Hello， 大家好，我是 TC 啊，欢迎大家收看我第9集的 TC 讲股。这一集会带大家一起来认识科技领域里面的 OSAT 还有 ATE。这集会让大家了解半导体的制造过程、产业链。在开始之前，我先来做一个声明，我并非科技领域的内行人士，所以我的知识未到专业的水平。这个影片的内容也是我上网翻查资料、做研究和功课过后整理出来的，主要是要让投资者了解科技半导体行业。这个影片所有的内容仅供参考，还有教育用途，是不包含任何的买卖建议，请大家买卖自负。首先要了解半导体这个领域，我先来科普一下半导体是什么。导体 conductor 也就是可以导电的物体，像是铁啊、铜啊一些金属之类的。那绝缘体 insulator 就是不能导电的物体，像是 plastic 啊、木啊等等。那么半导体呢，就是它的性质是介于导体跟绝缘体之间的，也就是它是一个半导电性质的物体。那么半导体其实有很多，不过在科技领域里面最常用到的半导体材料叫做硅 silicon。当然除了 silicon 硅这种材料，也可以用其他的半导体材料，例如 tin oxide 氧化锡、gallium nitride 氯化钾、graphene 石墨烯以及其他的一些物质。其实硅这个材料跟其他半导体材料相比呢，它的性能可能不是最好的，不过它有一个好处是它很容易得到，因为硅这种物质在地球表面的含量高达27到28%，而相比其他的物质像是 gallium 啊、钾、graphene 石墨烯这种材料，就相比之下比较稀有。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半导体的制造过程。首先，硅这个材料是从哪里得到的呢？其中的来源就包括石英还有砂。石英跟砂里面含有二氧化硅 silicon dioxide， 所以从它们身上提炼出硅之后，就会被溶解并制成硅锭 silicon ingot， 也就是一个圆柱形的硅。而这个 silicon ingot 就会被切片，切出来一片一片薄薄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晶圆 wafer。这个晶圆做好了过后，接下来就会被切割，英文叫做 dicing。他们会在晶圆的表面打横打直这样切成一小片一小片。而切好了过后，这个一片一片的东西呢，我们称之为 die 裸片。当然这时候你也已经可以称它为芯片 chip。这个芯片做好了过后，他们就会拿去做测试，并把一些有缺陷的芯片去除掉。被测试过后没有问题的芯片就会进行 assembly and packaging 的这个步骤，也就是组装跟包装。而这些包装好的芯片也被称为 integrated circuit 集成电路。了解了半导体的制造过程，现在我来跟大家简单讲述一下半导体领域里面的产业链。首先，半导体生产商会生产晶圆和芯片出来，供应给芯片应用商。这里的芯片应用商指的是需要用到芯片的公司，例如做电话的、做电脑的、做汽车的等等。那么这个半导体生产商制造了晶片出来过后，有一些他们会自己去测试这个芯片，但是有另外一些呢，他们会把这个芯片 outsource 出去，给别的公司去帮他们做测试还有包装的这个工作。而受这些半导体生产商委托去帮他们做封装和测试的这些公司呢，我们称之为 OSAT， 中文叫做封装测试委外代工。 OSAT 的全名叫做 Outsourced Semiconductor Assembly and Test。 所以这个 OSAT 会帮这个半导体生产商测试和封装好这些芯片过后再给回他们。那么半导体生产商有哪一些？ OSAT 公司又有哪一些呢？接下来就给你们看一看。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你们知道是谁吗？第一个就是美国的 Intel， 第二个是韩国的 Samsung， 第三是 TSMC，台湾的台积电，你看到 logo 就是用晶圆 wafer 来设计的。第四是韩国的 SK Hynix， 第五是美国的 Micron。除了最大的这5家，其他的半导体制造商有这一些，这里面多数都是美国的公司，除了是 Infineon 是德国的公司， HiSilicon 华语叫做海思，它是华为的子公司，是一间中国公司。SMIC 中芯国际也是中国的公司。马来西亚上市公司里面是没有半导体制造商，而我本身知道的马来西亚半导体制造商有一个叫做 Silterra。Silterra 这间公司是属于 Khazanah Nasional 的。然后在最近2月头，这个 DNext 他就宣布他成功竞购 Silterra 的股份，也就是他要从卡扎纳手上收购 Silterra 这间公司，所以最近它的股价也有很大的波动。讲完了半导体制造商，接下来看一看 OSAT 公司有哪一些。
这个图显示的是2019年营业额最高的25家 OSAT 公司。全球最大的 OSAT 公司叫做 ASE Group 日月光集团，它是一家台湾的公司。第二名叫做 Amcor 是美国的公司。大家在这个 list 里面有没有看到马来西亚的公司？第一个叫做 Carsem 是 Malaysian Pacific Industry Berhad， 也就是 MPI 的子公司，而他们都是 under Hong Leong Group。第二家是 Unisem， 而第三家是 Inari。所以马来西亚只有这3间公司可以挤进全球 Top 25的 OSAT 排行榜。那马来西亚有上市的 OSAT 公司呢，主要是这5家 ：Inari、Unisem、G-Tronic、MPI 还有 KSM。Inari 也是马股科技股里面市值最大的公司。回到了这张图，我讲了半导体生产商 OSAT， 现在我要请 ATE 出场了。那么 ATE 在科技半导体产业链里面又扮演着什么角色呢？刚刚讲到有一些生产商会把芯片交给 OSAT 公司去帮他们测试和封装，那么 ATE 公司就负责供应他们用来测试的器材。ATE 的全名叫做 Automated Test Equipment。那么做 ATE 的公司有谁呢？现在就给大家看一看。这些是全球一些著名的 ATE 公司，他们都来自美国。除了这个 Advantest， 它是来自日本的公司。那么在马来西亚的 ATE 公司有谁呢？ Vitrox 是马股里面市值最大的 ATE 公司。其他的 ATE 公司包括 Pentamaster、Mi、Elsoft、MMSV、Analyst、Vis Dynamic 还有 Greatech。最后给大家来做一个总结：半导体生产商制造芯片给芯片的应用商。这些半导体生产商就包括 Intel、Samsung、台积电、Broadcom 这些公司。那么需要用到芯片的公司呢，就包括做电脑的、做电话的、生产汽车、电池等等电子设备的一些公司。半导体生产商制造了芯片过后，他们有一些会把它 outsource 出去给 OSAT 公司来帮他们做测试和封装。OSAT 公司就包括日月光、Inari、MPI、Unisem 这些公司。那么 ATE 公司就会提供测试设备 Test Equipment 给 OSAT 公司。马来西亚的 ATE 公司就包括 Vitrox、Pentamaster、Mi、Analyst 这些公司。除此之外，这3间公司 FP Group、JF Tech 还有 Kobe 也有提供一些测试的仪器给 OSAT 公司。这也顺便提一提 EMS 电子制造服务这个领域。在科技领域里面，半导体生产商是上游 ，OSAT 跟 ATE 呢就属于中游，而 EMS 就属于下游的部分。EMS 的全名叫做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Service。EMS 公司主要是帮一些电子产品公司把他们的产品组装起来。未来的科技趋势有 5G、AI 人工智能、Big Data 大数据、EV 电动汽车，这些趋势都会让半导体的需求大大提升。那么如果半导体的需求量高，半导体的生产商就受益，半导体的生产商生产更多的芯片，而 OSAT 公司就会有更多的芯片要去测试，然后 ATE 公司就会有更多的设备去提供给 OSAT 公司，所以整个科技领域都会受益。那么这一集的内容呢，就到这里为止。下一集我想跟大家来谈谈马来西亚的 OSAT 个股 LED 还有 EMS。LED 其实也属于半导体领域里面的一环，所以下一集就可以算是这一集的一个续集 Part 2的感觉。如果觉得我的这个分享不错，请 Like and Share， 分享给更多人了解半导体领域。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Subscribe。我是 TC Up， 谢谢大家。